最近一段时间，李洪志的大法帝国日子不太好过啊。前段时间他号召全世界的法轮弟子啊，每隔1小时要拿出15分钟来发正念。发正念就是发功啊。发功的时候，脑子里还必须想一个邪恶分子，比如说像王志安这样的啊。你看我们的演播室有的时候不是说着说着前面镜头就虚了吗？那都是人家李洪志让大法弟子啊发功了啊。当然，对于李洪志来说，我这个人肯定是罪大恶极啊。过去几年我做了很多期节目，揭露法轮功不真不善不忍，那这绝对是必须发正念，是吧？你看2年前我们当时做节目的时候啊，做那个直播的时候，突然肚子就剧痛了，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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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肚子疼了，哎呀哎呀哎呀呀，是不是李大师给我发功了啊？那疼的就跟那个女孩子痛经似的啊。肯定也是你发正念发功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李洪志的人家这个发正念威力还是非常大的啊。那李洪志为什么要号召全球的法轮弟子发功呢？那肯定是法轮帝国遇到麻烦了。什么麻烦呢？法律问题。法轮帝国的这个法律问题啊，大概有2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他们主动出击的啊。台湾有一个女孩子叫张俊阁，这张俊阁小名叫格格啊。是原先神韵的演员，很小就被他妈送到神韵歌舞团里头去训练去了啊。后来呢，不是被李洪志给赶到山下去了吗？张俊阁出来之后接受我们采访，他给我们讲了很多法轮功内部的秘密啊。李洪志特别怕警察，有一次我们在 bus 上，然后警察就准备上来的时候，李洪志他不是坐在最前面吗？以他肥胖的书生躯，马上往到最后最黑暗的那个地方坐了，然后呢边跑边说：“所有人往前看，不要往后看。”李洪志很喜欢喝可乐是吧？特别爱，他的可乐是玻璃瓶的那种小的那种。这10年来没见过他变过他的可乐，无时无刻可乐无处不在。这李洪志的内部啊，他跟其他人一起打扑克。师傅会领着那个保安大叔啊，他们几个就大半夜的这边打妞妞。他们说是整夜的打呀，他们说整夜的打呀。他会打台球，特别爱打，水平特差。李洪志，你别看啊，在大法帝国里头法律无边，主佛宇宙主佛，但是啊，在家里他比较怕老婆。李洪志就在仙子飘飘，然后开始唱起来，然后他唱一句，我们一句，师傅就说：“你唱完了没？孩子们都累了，可以了吧？”那他见到李洪志会双手合十吗？不会，他会把他推开。那个我感觉是师傅特别怕老婆的那个感觉。那这些信息都是张俊阁告诉我们的啊。你想想，这些信息如果披露出来，那对法轮帝国来说，那肯定形象是不好的。所以啊，就在1年多前。这法轮功内部有一个其他人，就到中华民国台湾把张俊阁给起诉了，就说他那个接受我们采访过程中间啊，说污蔑他。中华民国台湾的法院也不含糊，1审、2审都判这张俊阁胜诉了，认为这就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另外一个主动出击的，大家都知道，我最近2年在日本不是面对了很多诉讼嘛，明眼人一看啊，这背后肯定是有这个发正念法轮大法的影子啊。当然我这官司呢现在还在进行中，如果要是输了啊，我都想好了，我要加入法轮功，我只有加入法轮功啊才能解扣。为什么呢？你想啊，让我赔3个多亿日元，我哪赔得起啊？我加入法轮功了，那可能就不用再赔钱了吧？那你想左手倒右手，对不对？我成法轮弟子了啊，所以这个案子呢现在还在进行中。但总而言之啊，法轮功主动出击的都没那么顺利。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法轮帝国他们不得不面对的法律追诉啊，这个呢又包括2个方面，一个是张俊阁，也包括孙赞夫妇，新西兰的啊，还有另外几个人啊，在美国把神韵歌舞团给起诉了。这些人都是前神韵演员，他们起诉的缘由是什么呢？就说他们当时在神韵的时候被虐待了，比如说生病不给治啊，那里不是有人腿都摔断了都不让上医院吗？这帮孩子生病不给吃药，不给打针，不上医院。还有呢，就是不让看手机，不让谈恋爱，然后限制人身自由，平时也不让出去。另外还涉及到签证欺诈，还有洗钱。这些案子在美国现在都已经进入到了实质审理阶段。如果要是再进行下去的话，对法轮帝国的打击啊，可能是毁灭性的。我看前一段时期啊，李洪志夫妇啊，已经给法庭上递交了一份文件，说他们呢在法轮帝国里头
就是一个义工，不是什么主佛。那义工就相当于清洁工嘛，我在这打扫卫生的，跟这里头没有什么关系，不是决策人。言下之意啊，就是将来你们追索到那个法轮帝国的最高领导啊，我们再找个替罪羊，你别追索到我们李洪志宇宙主佛夫妇啊，这挺有意思啊。我们今后有时间要专门拿一期节目来讲啊。另外一个案子呢，就是大纪元的 CFO 关卫东，2年前不是被美国检方给起诉了吗？说他洗钱至少6700万美元。这个案子在今年的7月9号啊，终于尘埃落定了。这关卫东啊认罪了。那你想想，2年前当时关卫东刚被抓起来的时候啊，他言之凿凿的说啊，他自己非常清白，都是中共对他的迫害打击，渗透到美国的法院里头去了，渗透到美国的检察院里头去了，把他起诉了。可现在呢，认罪了。那这个对法轮帝国来说啊，那可不是一个好消息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关卫东案认罪的故事啊。关卫东认罪呢，是在今年的7月9号。这一天呢，实际上是关卫东这个案子啊一个非常关键的日期，就是挑选陪审团最后一天。关卫东的案子呢，挑选陪审团是从7月7号开始的啊，7月7号、7月8号、7月9号。在7月9号这一天呢，已经挑选出来的陪审团就在美国纽约南区的23A 的房间里等着呢。然后关卫东跟法官呢是在23B 的这个房间啊。下午3点30分的时候，突然传出消息，说有重要的事情发生。法官呢就把这个所有的陪审团啊的成员都给送走了。紧随其后就传出消息说，关卫东就在临门一脚的时候认罪了。那现场有个记者，他当时就回忆啊，说那法官就问关卫东，他说你有罪吗？关卫东一开始打马虎眼啊，他说他判断失误，他疏忽，他感觉他有罪。但是人法官也不含糊，你别说你感觉，你就说你有没有罪。那关卫东退无可退了，没办法，就说我有罪。于是乎啊，那检察官呢就跟关卫东就开始商量认罪了啊。关卫东是有3项罪名被起诉啊，一个呢是合谋洗钱，另外有2项都是针对银行的欺诈。这2项罪名呢，每项罪名呢都是最高刑期是30年，而这个合谋洗钱呢，最高刑期呢是20年，加起来一共是80年啊。那他一旦认罪，起诉的罪名就只剩1项了，合谋洗钱。由于他认罪了，那他最高的刑期就只有10年了。关于关卫东最后定罪的听证会啊，将会在今年的下半年来举行。关卫东赚了，最高刑期就只有10年了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分析一下关卫东为什么要认罪，他的认罪对法轮帝国来说究竟构成了什么样的打击。那么我们首先要回顾一下这个案子啊，从2年前啊，当时6月份的时候，美国检方把关卫东给起诉了。起诉之后呢，关卫东啊一开始卖惨啊，他在推特上他就发帖子，他说他是清白的，根本没有任何问题，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对美国的渗透，美国的法院、检察官、司法部，还有这个法轮功内部都已经被中共渗透了，渗透成筛子了。而他呢，坚持自己是清白的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他就开始卖惨，他说：“你们说我洗钱几千万美元，我给你看看我们家。”他发了好几个帖子啊，都是他们家内部的啊。他说：“你看我们这豪宅，3个卧室，一个月租金多少呢？2500美元，折合成越南盾，一个月租金有好几千万，的确是豪宅啊。然后呢，这3个房间里头有2个房间还租给了其他人。”言下之意就是他2500美元，他中间还有2/3哈是别人支付的啊。然后他让大家看他那个房间乱七八糟的啊，然后呢一看都非常寒酸。他说：“你看我像被洗钱赚钱的人吗？就这么清贫的生活啊。”那么在他这个被起诉之后不久啊，关卫东呢就发了一封公开信，这个公开信是给全球的法轮弟子的。这个公开信里也透露出很多重要的信息。一个方面的信息他就讲了，他说就是美国司法部、检察院还有这个法官都被渗透了，包括法轮功内部也被中共渗透了，包括大纪元也被中共渗透了。为什么呢？他说在2020年的8月份的时候啊，他说有这个大纪元内部的员工啊举报他洗钱。你想想，你都是大纪元的员工了，肯定也是法轮弟子了，你怎么能举报自己人呢？那这不是特务吗？
于是他们还展开了一场抓特务的活动。他说：“你看大纪元内部，这不就被渗透了吗？”第二个方面，他说大纪元的高层啊也被中共渗透了。为什么这么讲呢？他说川普上台之后啊，他原本期待啊，这个大纪元的高层会跟川普团队啊勾兑一下，然后给他特赦了。因为川普当时竞选的时候，那大纪元那不遗余力的吹捧川普啊，还造了很多谣啊。我们过去都做过节目的啊。那你想想，川普应该投桃报李吧？而且川普这个人比较爱钱，给点钱可能就特赦了啊。说关卫东期望很高，结果呢期望落空了，不但没有特赦啊，这大纪元还第一时间跟他切割了。当时发了一个声明啊，说我们自己内部有一个员工，说是搞钱什么的，跟我们大纪元可没关系啊。这个人我们已经把他开了啊。这关卫东当时也非常伤心，在哪儿呢？原本他不是在加拿大是居民吗？到了大纪元以后啊，大纪元给他承诺说给他签证，给他续签，结果一出事之后，签证也不给续签了。然后呢，李洪志第一时间也跟他切割啊。李洪志不是发了一个声明叫法难吗？就说啊，说这个内部有些人啊，为了反共搞钱，是错误的，不能为了这个目标就去搞钱啊。然后又发了一个这叫什么猛贺，又是惊醒，惊醒的里头就讲了，他说我们到美国来，美国人是收留我们呢不要参与美国的政治斗争啊。说李洪志的判断啊，这关卫东之所以被盯上，可能是因为他特别支持共和党，然后呢不支持民主党，或者说抹黑民主党啊，被人清算了。但总而言之吧，都跟关卫东进行切割了。那关卫东一看就心寒了嘛。然后紧随其后，关卫东又讲了一个细节，他说这个大纪元的高层希望他认罪，这就比较奇怪了啊！你想想，他认为自己无罪啊，但大纪元的高层认为他有罪，希望他认罪。而且他讲大纪元的高层啊，还把一封比较重要的邮件啊给了美国检方。哪封邮件呢？当时他给那个黎文雄，黎文雄就是他在海外成立的一个搞钱团队的负责人嘛，是个越南人啊，在越南搞了一个办公室，搞了个比特币交易，买那些卡啊。结果呢，他给这个黎文雄发邮件说，他说你干得非常好，师傅知道以后肯定会非常高兴。你想想，就这封非常重要的邮件啊，大纪元的高层给了检方，那关卫东肯定急啊，这不就是要把师傅给赚进来吗？那这还得了？他说他一旦认罪，大纪元有可能破产。为什么？6700万美元呢？不但没收，还得罚1到2倍，2亿美元没有了。你大纪元你承担得起吗？还有，你真的搞不好，你牵扯到其他人，那法轮功不就完了吗？他自己啊，最后还表达说，他绝对不会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一人做事一人当，为大纪元承担所有啊，为法轮功承担所有啊，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但是他这封公开信啊，发完之后不久啊就被删了。我是在那个法庭文件里翻出来之后看到的这份公开信啊，我觉得挺有意思啊。关卫东被这个保释之后，那美国的检方都干什么呢？他们向法院的起诉书里头披露了关卫东啊详细的洗钱路线图。这个当时啊，我在2年前做过一期节目，讲得很详细啊。我这里再简单复述一下啊，就是因为美国疫情期间啊，那不是发补助吗？发给美国的那些普通的老百姓啊，这些钱呢，他要想把它洗出来不那么容易啊，有些犯罪团伙啊，他就在市场上卖。然后呢，关卫东呢，他们就成立了一个搞钱团队，用比特币把这些账户的钱买过来，然后都打7折左右啊，比如1000美元，他700美元就买过来了。买过来之后，这个钱呢，怎么洗白呢？他们就以捐赠的名义啊，捐给大纪元这个报社，或者是以订阅费的名义啊，给这个大纪元的报社。这个是在2020年的时间啊，2020年他一年就搞了6000多万呢，跟那个2019年比起来，好像一下增加了4、5千万嘛。但这些钱进到银行以后，银行就怀疑了，所以在2020年的6月份的时候，银行就问他说：“你这钱哪来的？”关卫东就说：“我们这都是捐款，没问题。”人家就觉得有可疑啊。8月份的时候，大纪元内部就有人举报了吗？关卫东他们就开始抓特务啊，就查谁把这信息给漏出去了啊。紧随其后到12月份的时候啊，他们这些买的这些账户啊，因为都涉及到非法账户嘛，那有些人就拒付了，你不给这个大纪元支付钱的，这银行就觉得这个太像洗钱了，就问他，关卫东不回答。然后呢，他那个当时比特币的交易网站啊，也调查这件事情，也要求这个关卫东他们团队来解释这个钱哪来的，关卫东他们也不回答。
后来到12月份，那预付卡公司啊就明确给大纪元发了一封邮件，说这些钱不是什么可疑账户，就是盗取来的钱。结果呢，大纪元也没处理啊，然后他们还干什么事儿呢？他为了证明这些钱呢是捐款来的，关卫东指示大纪元的员工伪造了几千封啊，就是那种捐款的通知书，然后把这些捐款的通知书就提供给了这个银行啊。结果银行一看不对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几千封邮件都是一个 IP 发过来的，那你想想你不正常啊。所以这些都成为了这关卫东最后欺诈银行的非常重要的证据啊。那么这些所有的证据的原始资料，现在检方都在拿在手里的，据说有600个 G 啊，几千个、几万个账户的信息都在这里。但是由于没有进入到实质整理阶段啊，这些证据还没有公开。那关卫东他们这个辩护团队呢，这2年采取什么措施呢？首先是他们花了大价钱请了律师团队。关卫东自己都讲了嘛，大纪元在2024年以后啊，我们自己查那个990表也看到了，律师费这一年就几百万呢。说一个月的律师费差不多100万美金啊，好不容易骗来的钱，现在都给律师了啊。那律师也不含糊啊，就想了几招。第一招呢，就说这个检方啊是选择性起诉，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都洗钱，那你们为什么抓我们法轮功啊？为什么抓我们大纪元呢？你怎么不抓其他那些洗钱呢？当时骗美国政府的多了呢啊！这就相当于比如说白人和黑人都违章了，结果你们不抓白人，只抓黑人，这就叫选择性起诉，违宪。因为美国的宪法讲了平等保护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啊，你不能只抓黑人呐，你只抓黑人，你就是把法律工具化了，你不是为了法治，你是把你这个法律当作你整人的对象。这是他们采取的第一个辩护思路啊。第二个思路说这关卫东也好啊，大纪元也好，都被中共迫害啊。所以你看他们那个动议里头不厌其烦的讲到关卫东在国内就被迫害，在海外被迫害，法轮功在海外又被中共监控等等。他说这个迫害有2层含义：第一，想把这个案子变成一个政治类案件；第二，他可以解释他那个洗钱账户啊，几千个汇钱啊，为什么分散成几千个？他说他是为了躲避中共的监控，不是为了欺骗美国的银行。如果说为了欺骗美国的银行，也是为了躲避中共的监控，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措施，高吧，是吧？而且呢，他们的律师最后还提出来什么呢？他说你们美国政府都知道，中共长期以来对法轮功这个群体就一直采取密闭的监控、打压的手段。我都知道你们手里头肯定是有一些证据的，申请把这些证据先公开了，让我们知道，就是我们手里没有的中共打击法轮功的证据，也请你们公开。美国司法部手上有的，但这2条线最后啊全部失败了。关于选择性起诉的问题啊，检方认为这个问题啊不是陪审团决定的，这是法院决定的，所以你在关于陪审团这个审理的阶段提这个问题不对。另外一个就关于这个中共打击的问题啊，当时那个检方提出来了一个理由，说如果这些文件我们手里有，中共打击法轮功，你都没看到，你没看到，对你这个犯罪的主观意图就不会产生影响嘛，对吧？是不是这个道理？你都不知道中共怎么监督你，你怎么能在这个犯罪过程中编这个账户的时候，你想到中共对你的迫害的程度呢？所以完全把它驳回了。应该说这个检方在这2个方面啊，反击得都非常漂亮。最后法官裁决，关于选择性起诉、关于政治打压、关于政治迫害这个问题啊，在陪审团审理阶段必须做到绝对排除，也就是说你不许在陪审团面前提任何这方面的信息。这个对法轮功来说打击就比较大了，因为他过去2年一直采取的措施就是这2条辩护思路都失败了。另外一个对关卫东打击比较严重的就是黎文雄的认罪。这黎文雄是这个案子过程中间2名被起诉的被告之一啊，也是核心当事人呐。我刚才不是讲了吗？他是海外搞钱团队的那个主使，一开始出事以后他跑掉了，后来美国呢通过国际通缉令把他引渡回美国进行审理啊。在今年的6月29号这一天，黎文雄率先认罪。他一认罪，对关卫东来说那这他了。你想想啊，关卫东他过去他说他不知道，但是那个黎文雄一认罪，
黎文雄认的就是这个共谋洗钱罪，那他就是黎文雄的直接领导啊，他怎么能说他不知道呢？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关卫东在7月9号这一天，不得不也采取了这个认罪的方式啊。那么关卫东的认罪啊，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接下来分析一下啊。首先第一个方面啊，就是关卫东认罪的协议里头，关于这个钱承认了6700万是洗钱。这6700万洗钱首先要没收，然后呢，美国政府呢还要再罚6700万美元，加起来是1.34亿美元。这个都必须是大纪元这个来支付啊，因为他都进了大纪元的账号吗？还进了他个人账号吗？法官宣布2个账户里的钱在这里头罚款和没收，而且同时就说这个账户里的钱如果不够了，还要通过询问证人啊、转账记录啊来进行追索。要把这1.34亿美元全部追过来，这个对大纪元来说啊，可不是好消息啊！我看了一下大纪元啊，在2024年的财政年度里头啊，他的账上大概有个1亿美元，那么他这一年收入呢也开始降了，那他结余本来是应该有1000多万美元，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有1000万美元不见了啊，整个结余就只有几百万美元，而且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在2年前做节目的时候啊。关卫东把钱洗进了大纪元这个账户啊，他这个钱想办法支出有几项，一个是开始虚增自己的开支，比如说广告费啊、邮寄费啊，还有那个印刷费啊，多了几千万美元呢啊，这是把这钱再虚增出去啊，再弄出去。另外就是转到其他的大纪元这个矩阵的号里，比如新唐人呢，比如说神韵呢，还有他们自己搞的一个什么野鸡的基金会啊，往里转钱。是吧？那是钱花不完嘛，洗出来的钱、诈骗来的钱多啊。到2024年的时候，不敢往出转了。我看再往外转钱，一共就只有190多万美元。那美国把关卫东抓起来了，他不敢转了啊。我估计可能是计提了，等着这钱呀，美国政府来没收他、罚他啊。但是大纪元的账户里的钱是不够的，那这钱怎么筹措？那现在啊，对于法轮功来说啊，这是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因为大纪元我们过去分析过，这个媒体过去它不赚钱，那么一旦要是把它这个洗钱所有的收入一窝端了，那你想想还要罚，那对他来说可不就是灭顶之灾吗？这是第一个方面啊。第二个方面啊，关卫东认罪的时候啊，他跟检方一定谈了条件。我刚才在分析的时候不是讲了吗？他一开始是3项罪名，其中有2项是对银行的欺诈，这2项罪名都撤诉了。只承认了共谋洗钱，罪行比较轻的啊。那么他跟检方谈了什么样的这个和解协议，我们现在不知道，检方也不会公开啊。但这个对于大纪元来说，或者说对于法轮功来说啊，现在很多人就夜不能寐了。因为啊，我看完这些资料来讲，我是相信这些洗钱的钱啊是没有进到关卫东个人账户的。这关卫东自己住的那个所谓的豪宅啊，也很寒酸，他自己的收入也很少，这我都相信是真的。但你想想，当时1600万美元转到他个人的账户，这钱肯定不是给他自己啊，肯定这1600万又进到那个比特币的账户，他继续洗钱嘛。那关卫东既然是没拿到什么好处啊，这好处谁拿了？关卫东肯定会在这个过程中间跟检方之间是有些交代的。这是第2个方面。第3个方面，大家还记不记得，这关卫东洗钱的时候啊，他都是用那个比特币买的。那比特币它动辄也是几千万美金呢，这几千万美金的比特币哪来的钱呢？美国检方的起诉书里头讲到啊，说他们当时啊，说盗取美国公民的账号，说自己就开始诈骗美国政府啊，骗取补助金啊，可能是有一部分收入，但不排除还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呢。这其他的收入来源是什么？关卫东有可能会向美国检方来交代。第4个方面，最重要的是，这整个洗钱案过程中啊，李洪志到底扮演什么角色？李主佛，李洪志他现在当然说了，他就是个义工，打扫卫生的，跟他老婆2个人啊，然后业余时间就打扑克。那么，关卫东会不会把李洪志跟洗钱案之间的关系真正交代给检方？如果这些信息啊，检方拿到了比较重要的证据啊，对于法轮功未来那前途堪忧啊。但大家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啊，关卫东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
变速交易的条件，3项罪名2项都没了，只剩下1项最轻的，然后刑期还打折，变成了1半。那我的观点就是啊，关卫东一定是给美国的检方一些比较重要的料，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就不知道了啊。那我觉得这个呢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啊。我觉得李洪志这个时候你还切割啥呀？是不是还得赶紧发正念呢？是吧？关卫东现在已经成为了法轮功的叛徒，我觉得这个时候你不要给我王志安发正念了，把我们的案子都撤诉了，给关卫东发正念，那是很重要的一点啊。最后一点啊，就这个案子，关卫东认罪了，对法轮功的打击呀，法轮功天天不是讲真善忍吗？那你想想，你关卫东作为大纪元的 CFO， 李洪志的核心弟子，你去洗钱，你去诈骗美国政府，你想这是善吗？肯定不善呢。那你想你是真吗？关卫东这个案子啊，认罪之后，我特地看了一下，所有法轮功的账号里头没有一个报道的。法轮功的那个大纪元只发了一个声明，说啊，这个案子啊，他们认罪了啊，我们大纪元可不是这个案子中间的当事人呐，起诉书里头没提我们呐，我们不是被告啊，这跟我们没有关系。你看切割的干干净净啊。那你想想，你如果是为真的话，你是不是得报道一下关卫东怎么洗钱的呀？怎么买了洗特币，把这个买的这个诈骗这个钱是搞到这个大纪元的账户里头去了，然后大纪元的账户里头开始东转西转，转到了李洪志控制的神韵的账户里头去。那你得报道啊！我们王菊拍案都做过很详细的报道，你把我们王菊拍案放到你那个大纪元新唐人，你转播我都授权你们转播，对吧？那你这才叫真。那你现在你真吗？肯定是不真呐。这个消息如果是被广大的法轮弟子发现知道，那你想想这个法轮功的理想的幻灭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事件啊。最后一个忍呐，是吧？那真善忍吗？忍可能得真忍。李洪志反复讲了，美国收留了我们，是吧？我们得忍，就算把我们打击了，我们也得忍，是吧？但是你不真不善的基础之上，那个忍有什么价值呢？没价值了，忍谁还不会啊？那犯罪分子被抓起来，那惩罚他的时候，他不忍行吗？现如今法轮功面对美国的司法追杀，在我看来，他也就只剩下忍这一条路了。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喂，虚焦了吗？没虚焦哈，实的哈，实的，我们开始讲。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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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肚子疼了。哎呀，哎呀呀呀呀，呀，是不是李大师给我发功了？啊啊，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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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here we are. Matthew Russell Lee, Inner City Press, here at the Southern New York Courthouse today, Friday, July 10th, 2026. Now, all week we were getting ready for the opening statement from the U.S. It emerged that Mr. Guan was consenting to proceed by information, meaning the previous indictment was dropped, and he pled guilty to a single count of conspiracy to engage in financial transaction with criminal proceeds. The criminal proceeds being wire fraud of the Vietnamese team. Apparently, the thing is that in the allocution, Guan didn't want to admit to it. He kept saying, "I'm very sorry, I missed red flags." That's not an appropriate. That's not admitting to the crime. I know a number of judges right here in the Southern District that would have said, "No, this plea is not going forward." And now that we have a jury, we're going to go to trial because you can't have it both ways. You can't. I think he'll end up appealing. I do. I believe that, especially if he gets a tough sentence, which honestly he should. Because there's no, let's put it this way, he got into jury selection for 3 days. What a huge waste of time. And then he very cagey allocution. We'll have to see how this plays out, but and he had the issue of interpretation, and I can see this guy appealing. We'll see. It may seem